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王一博事件发酵，月华报警与股价波动背后。3月19日晚，围绕王一博的舆论风波出现关键进展。其经纪公司月华娱乐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声明，明确表示已就近期网络上传播的相关不实信息采取报警及民事诉讼等法律手段。这一动作不仅标志着事件处理进入更为严肃的法律阶段，也在资本市场与舆论场中引发连锁反应。声明指出，公司近期发现多个网络用户通过境内外网站持续传播涉及侵犯旗下艺人王一博人格权的信息，并伴随大量不实言论扩散，整体影响恶劣。在这一判断之下，月华娱乐将相关行为定性为涉嫌违法，并强调将严肃追责，态度之坚决在近年来类似事件中并不多见。从舆情演化路径来看，这类私生爆料往往依赖碎片化信息拼接与情绪驱动传播，一旦形成扩散链条，便容易在短时间内放大影响。而此次月华娱乐选择直接报警并同步推进民事诉讼，意味着公司不再仅依赖声明澄清，而是试图通过法律途径对信息源头及传播路径进行系统性约束。这种策略背后，既是对艺人权益的保护，也是对公司整体品牌与商业价值的维护。声明发布后不久，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舆论讨论从爆料内容本身逐渐转向法律责任与行业规范，焦点发生明显转移。作为国内知名艺人经纪公司，月华娱乐的业务结构本就高度依赖艺人管理板块，而王一博则被普遍视为其核心艺人之一。这一背景使得任何围绕其个人形象的舆情波动都可能外溢至公司层面，进而影响资本市场的情绪。3月20日，月华娱乐在港股的表现便成为观察窗口之一。盘中股价一度跌逾 4%， 最低触及阶段性低位，虽随后跌幅收窄，截至收盘回落至约 1% 的跌幅，但短时间内的波动仍引发市场关注。尽管股价变化往往由多重因素共同作用，难以简单归因于单一事件，但在舆情与市场情绪高度联动的当下，这种时间上的重合依然具有一定参考意义。进一步拆解月华娱乐的经营结构，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这一联动关系。根据公开财务数据，2023年与2024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7.56 亿元与 7.65 亿元，其中艺人管理业务贡献了 6.63 亿元与 6.95 亿元，占比分别达到 87.7% 与 90.9%。这一比例意味着，艺人管理几乎构成公司收入的绝对核心，其余如音乐、IP 制作及运营、泛娱乐产业等板块，则更多承担补充角色。在这种高度集中的业务结构下，头部艺人的稳定性与商业价值直接关系到公司整体业绩表现。换言之，艺人不仅是内容生产的主体，也是商业体系中的关键资产。从艺人结构来看，截至2025年6月末，月华娱乐共拥有62名签约艺人以及51名训练生，形成较为完整的人才梯队。然而，在现有阵容中，王一博的地位依然突出。回溯其与公司的合作历史，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成长曲线。双方的艺人管理合同始于2014年10月，在经历初期发展后，于2022年10月到期并完成续约，新一轮为期4年的合约将持续至2026年10月。从时间跨度来看，这一合作已超过10年，既包含艺人成长期的投入，也覆盖其爆发期与稳定期的收益。更具说明性的是招股书中披露的收入贡献比例。
2019年至2022年前3季度，王一博为乐华娱乐带来的收入占比分别为16.8%、36.7%、49.5%及58.8%。这一数据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在后期已接近甚至超过公司总收入的一半，足以说明其在公司业务中的核心地位。虽然随着公司艺人结构调整与业务扩展，这一占比可能出现变化，但其头部驱动的特征依然显著。也正因如此，当围绕其个人的负面舆情出现时，外界往往会将其与公司基本面联系起来，从而放大市场反应。从公司发展历程来看，乐华娱乐本身也经历了多次资本路径调整。其曾于2015年9月在新三板挂牌，随后在2018年2月摘牌，经过数年筹备，于2023年1月正式登陆港股市场。这一过程不仅是融资渠道的变化，也意味着公司治理结构、信息披露要求以及市场预期均发生转变。上市之后，任何涉及核心资产的风险因素都会被放置在更高强度的审视之下。因此，此次事件中公司迅速采取法律行动，也可视为上市公司在合规与风险管理框架下的必然选择。在艺人阵容层面，除王一博外，乐华娱乐还曾拥有韩庚等知名艺人，目前旗下包括吴宣仪、朱正廷、黄明昊、唐九洲等多位活跃于不同领域的艺人。这种多元化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单一艺人带来的风险，但从实际影响力与商业转化能力来看，头部艺人的权重依然难以被完全替代。因此，公司在面对涉及核心艺人的舆情时，往往需要更快速且更有力度的回应机制，以稳定外界预期。从最新财务表现来看，2025年上半年，乐华娱乐实现收入由上年同期的 3.47 亿元增长至 4.14 亿元，净利润则从2940万元提升至6110万元，增长幅度较为明显。公司方面将这一变化主要归因于艺人管理业务收入的增加。这一数据再次印证了艺人板块在整体经营中的主导作用，也进一步说明维持艺人商业价值稳定的重要性。在这一逻辑下，任何可能影响艺人公众形象的因素都会被公司视为需要优先处理的风险点。回到此次事件本身，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舆情公司市场联动结构。网络爆料引发关注，舆论发酵推动话题扩散，公司通过声明与法律手段介入，资本市场则根据公开信息与情绪预期做出反应。不同环节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动态循环。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的真实性与传播方式往往决定了事件走向的关键节点。当所谓证据无法经受核验时，舆情可能迅速反转，而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则意味着事件将从情绪驱动转向规则裁定。乐华娱乐在声明中强调已报警的核心信息，某种程度上正是试图打破单纯依赖舆论澄清的局面，将问题引入更具权威性的处理轨道。对于整个行业而言，这种做法或许具有一定示范意义。在信息传播愈发碎片化、边界逐渐模糊的环境中，如何界定合理讨论与侵权行为之间的界限，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具体案例推动规则落地，可能比抽象讨论更具实际效果。总体而言，王一博相关风波已经从最初的网络爆料，发展为涉及法律、公司治理与市场反应的多维事件。随着警方介入及后续诉讼推进，事件有望逐步明晰。在此过程中，舆论的关注点也在悄然转变，从猎奇与猜测转向事实与责任。对于公司而言，如何在保护艺人权益的同时稳定市场预期，是一项持续性的考验。对于公众而言，在信息纷杂的环境中保持理性判断，
或许同样重要。最终能够经受时间检验的，仍然是清晰的事实、明确的责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行业秩序。感谢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评论并订阅频道。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再见，我们下个视频见。